过年去女朋友家定亲，他爸坐地起价，彩礼从28万涨到66万，还要给他弟买一套房子。我爸去借钱的路上出车祸了，女朋友家在医院大闹，不肯让我交医疗费，甚至说这应该是他们家的钱。于是我在结婚那天给他们家送去了花圈，婚礼现场变葬礼。今年过年，我提着大包小包去女朋友家拜访，顺便把婚事定一下。本来去年年底我们两家就谈得差不多了，28万的彩礼也在几个月前就打过去了，所以我以为这次事情会办得很顺利。可哪里想到，这28万只是他家的开胃菜，山路不好走，我开了6个小时的车才到的他家。开门的瞬间，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射过来，客厅里坐的全是人，瑶瑶一个个介绍都是他的7大姑8大姨，我挨个打招呼，但他们的目光几乎集中在我带的礼物上。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方言，人群一下子哄得笑开了。我一头雾水，扭头看到瑶瑶的脸色已经涨红了，难道是嫌礼物太小气了吗？我带了2瓶茅台，2条中华，2盒上好的茶叶，还有一双买给小舅子的 AJ， 加起来都上万了，不至于落到被嘲笑的地步吧？我用眼神问询瑶瑶，她没有理我。这时他爸来了，我赶紧打招呼，叔叔好。老头冷哼一声，眼神同样直勾勾往礼物上瞟。我赶忙双手递过去，他连碰都不碰，撇撇嘴让我扔墙角。看来还真是礼物惹的祸，我心里顿时一阵发毛。旁边窜出个亲戚，小伙子，听说你赚挺多呀，怎么就拿这点破烂？我女婿上门不带金手镯，我都让他滚蛋！来时瞅见这村子穷乡僻壤，没想到攀比起没完没了。3斤早买好了，结婚当天准送来。那你彩礼打算掏多少？20。刚想接话，老丈人直接打断，指着角落的破沙发，你去那边待着。扎在一堆大妈中间，听着满嘴鸟语方言，伴着阴阳怪气的笑声，我心里直打鼓。女友处在对面，压根不打算过来解围，只顾低头猛划手机。昨天我还跟她逗闷子，都说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烦，万一挨揍了咋办？瞎咧咧啥？我爸还能吃了你？没想到今天直接应验了。既然人来了，我就挑明了，这婚事我不同意。怎么了，叔叔？之前不是都盘算好了吗？还有脸提？你们家把我忽悠惨了！误会吧，我家骗啥了？你家底细我全查清了，月薪2万，父母开超市月入1万5，家里3套房，没毛病吧？我愣愣的点了点头。那你家就给28万彩礼，寒碜谁呢？周围几个亲戚夸张的嘎嘎直乐。嫌少好商量，您报个数。老头大手一挥，66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改口费8万8，办酒10万，亲戚红包一人8800。你小舅子马上成家，你在省城套个90平的房，顺便把工作包圆了。我瞄了眼缩在角落狂打游戏的巨婴，小舅子的破事也要我收底？放的什么屁！自家人不帮自家人，以后那不是你亲弟？我整个人都魔幻了，死死盯着这副老脸。彩礼加酒席90多万，省城买房150万，凑个240万，刚好是你家底的一半，拿一半身家换个活人媳妇，赚翻了。叔叔，账不能这么算，乡下宅基地不值钱，爸妈住的老破小是刚需，难不成把老人扫地出门？第3套就是我俩的婚房，当初听您的掏空家底，在市中心全款拿下。废话少说，就是不想掏钱呗。真是天价，您看能降点不？嫌多？老丈人猛拍桌子，我闺女可是正经大学生，村头专科生都卖了50万。你甩个28万，打发叫花子呢？你家底我门清，独生子不炸你爸妈炸谁？把老破事卖了，滚回乡下住，难不成还能冻死街头？我火气噌的冒了上来。乡下的医疗条件，我爸妈一把年纪，万一出事抢救来得及吗？说白了就是我家闺女不值钱呗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我强压怒火，不想翻脸。女友还在死磕手机，仿佛这破事跟她没半毛钱关系。我一把掐灭她的屏幕，她这才翻着白眼看向我。你没什么要表态的吗？我咋知道？周围亲戚瞬间开启狂喷模式。娶媳妇哪有不倾家荡产的？新闻没看吗？男多女少，有个母的愿意嫁你就烧高香吧。66万算个屁！就这条件，挂88万排队的人能绕村子2圈。老丈人翘着2郎腿，脸都要笑烂了。我算是彻底清醒了，这根本就是挖好坑等我跳的杀猪盘。话我带到，这就滚回去和爸妈商量。慢走，不送。快跨出大门时，我故意放慢脚步，指望女友能出面送送，结果连个鬼影都没有。天色黑得像锅底，狂奔6小时，这家人连口白开水都没舍得倒。我憋着满肚子邪火，飙到镇上，随便找了个破旅馆扎下，马上拨通爸妈视频，把这破事道了个干净。屏幕那头老两口半天没憋出一句话。这吃相太难看，摆明了是不想过日子。人家就一根独苗，多敲点钱也是图个踏实。我听得出老头子在死撑，就是怕这门亲事黄了。传统老古董的执念就是砸锅卖铁也要逼我成家。爸，这是敲竹杠啊！250万外加倒贴小舅子套房，这明显是拿咱家当猪仔啊！老妈重重叹气，我跟你爸早想回村养老了，这老破小卖了也就卖了。妈，你疯了吧？乡下那鬼地方，万一有个好歹叫天天不应，想让我愧疚一辈子吗？瑶瑶挺好，别因为几个臭钱散了。钱能再赚，人跑了就真没了。彩礼咱家再拼拼，你
你也去摸摸嘴嘴皮子，哪怕搞个分期付款呢。大半夜的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点开女友的聊天框，敲了一大堆字，又一点点全删了。他今天那副高高挂起的死出确实让我火大，可转念一想，那毕竟是他亲爹妈，换成我也夹在中间左右为难。正好女友给我弹了视频过来，屏幕里黑咕隆咚的，估计是躲在哪个角落。你到家了吗？今天搞得太难看了，之前不都谈妥了吗？怎么还带坐地起价的？我们这边都这样，况且我家又不是不给嫁妆。赔啥？被子、枕头啥的。我直接无语了。你觉得这叫公平？他哇的一声哭了。我爸妈养我不容易，等我嫁过去就是你家的人了，人都给你了，你还想咋样？听他一哭，我心一下子软了。行了，别哭了，这事儿总能商量吗？那你还娶我不娶？当然娶。第二天大清早，我硬着头皮又去了他家，66万认了，就当多背个房贷，多给点时间，4、5年也能还清。唯独小舅子这事儿没门，有手有脚，凭啥不自己去挣？其实女友早被家里洗脑了，重男轻女刻在骨子里，亲爹把她当猪肉卖，她都不觉得膈应，反倒觉得天经地义。但这都不叫事儿，我爸妈疼她，我绝对能把她拉出这烂泥潭，给她一个正常的家。这家人正围着桌子吃早饭，瞅见我，老丈人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叔叔，昨天的事儿我家商量过了。哦，一口气掏90万确实费劲。少来哭穷，你家几斤几两我门清。我强压火气，办酒买金子和红包的钱我找哥们儿凑凑，几天就能搞定。至于彩礼钱，现在真掏不出。没钱你娶个屁！我姐是你白嫖的吗？要不要点脸？老头跟着咆哮。清早跑来耍我，赶紧滚蛋！没说不给，咱分期付款行不？白纸黑字签合同，5年还清，1年给12万1200。我现在兜里就剩不到5000，实在榨不出来了。老头脸色稍微缓和点，算你识相，利息加5万，还有你小舅子的房绝对不买，咱是结婚不是卖身，逢年过节我们肯定回来孝敬。他又不是缺胳膊断脚，凭啥我家养着？巨婴红着眼直接猛冲过来，你骂谁残废呢？老头一把将我昨天送的礼全扔出门外，给我滚！我气急反笑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摆明了不想结，那我也不伺候了。老头脸色大变，你敢悔婚？诚意我已经给足了，你们还得寸进尺，泥人还有3分火气呢。巨婴狠狠推了我一把，我脚下一滑摔倒在地，刚爬起来准备动手，女友冲过来死死拽住我。我都推到悬崖边了，你家非要逼死我吗？别瞎扯了，你赶紧走吧。脑子里轰隆一声，我整个人都麻了。眼前这女的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她吗？这时手机突然催命般响起，一接通就传来老妈撕心裂肺的哭喊：快回来，你爸进抢救室了！下午3点，医院急诊，老妈缩在抢救室门口的长椅上，浑身抖成筛子。妈，我一把死死攥住她冰凉的手。我爸到底咋了？她一抬头，眼泪决堤一样飙出来。你爸大清早跑去借钱，雾太大，直接怼在桥端上，车头全烂了。人怎么样？医生查出啥没？压根儿没出来，抢救整整1上午了。儿子啊，你爸要是有个好歹，我可咋活？绝对没事，就算天塌了还有我顶着，我不可能留下你不管。我杀人般的眼神恶狠狠剜了老丈人一眼。这帮人听说出事也跟过来了，起初我还感动了1秒，结果老头一开口，直接让我彻底死心。这亲家也是的，啥时候不能借钱，非挑这种鬼天气出门。哼！我最后的理智瞬间崩塌。要不是你们不要脸坐地起价，我爸能去低三下四借钱，能出这档子事儿？我爸今天要是出不来，你全家都别想安生。哟呵，这话说的，他撞车怨我了，我拿刀架他脖子上了，穷横啥？还不就是舍不得卖那套破房，就一个儿子还抠抠搜搜，啥玩意儿？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差点一巴掌扇在那副老脸上。抢救室门开了，医生走了出来。悬了，后面还要动刀，你们家属过来听听方案。肋骨双手全断，小腿胫骨粉碎性骨折，渣都不剩了。第一套方案换钛合金骨架，稳妥没有后遗症，准备18万，恢复好能退点。第二套方案打钢钉硬骨头硬接，遭大罪，阴雨天疼得要命，半年下不了地，老人年纪大，肯定落下病根。优点是便宜，医保报完顶多7、8千搞定。砸锅卖铁也要用第一种。医生，求你一定要救我爸，多少钱我都去弄。行，家属赶紧去缴费，等会儿定手术方案。医生前脚刚走，我立马朝女友伸手，先把钱退我，我去交费，我爸不能出事。女友猛地往后一缩，钱不在我这儿，
我转头死盯老丈人。钱呢？老头两手一摊，走得急，没带卡。支付宝、微信都行。我掏出手机等他转账。老头眉头拧成个死结，站那儿纹丝不动。我知道你急用钱，可这彩礼钱既然给了瑶瑶，那就是我家的钱了。你非要用也行，打个欠条。巨婴不知从哪儿摸来纸笔，直接怼到我眼前。利息也不多收，1年2分利，咋样？我一把抓过那张破纸，揉成一团，揪住巨婴的头发，直接塞进他嘴里。我写个屁！巨婴挥着王八拳就砸过来，我猛地闪开，一脚狠踹在他腰上，当场把他干趴下。走廊里瞬间乱成一锅粥，老妈死死抱住我。小燕玲啊，你可千万别再惹事了。我瘫坐在医院安全通道，呼哧呼哧喘了半天粗气，胸口像有团火在烧，太阳穴突突直跳。活了27年，头一回这么想杀人，但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救我爸。我打开大学寝室群发了条消息：我爸车祸急需18万，谁手头宽裕借兄弟顶一下，打锅卖铁我都还。没过几分钟，支付宝转账提示音响成一片，群里的消息像连珠炮一样往外蹦。叔叔伤得重不重？到底咋回事？我认识几个大拿，治不好随时吱声，我派车接你们过来。眼眶瞬间就酸了，刚打出谢谢俩字儿，又赶紧删了，换成等这事翻篇，爸爸请儿子们撸串。群里瞬间开始疯狂报菜名，手机又响了，是从小玩到大的发小。我爸说阿姨正满世界借钱呢，到底出啥事儿了？我爸车祸，钱已经凑够了。我去，真出事儿了！怎么不早放屁？我就在医院楼下，给老子等着，马上就上来！一照面，发小对着我肩膀就是一拳。这么大的事你敢瞒着我？拿不拿我当兄弟？他掏出一张卡，我老头子给了15万，我自己又凑了15万，一共30万，够不够？我赶紧推回去。钱真凑够了，你那项目刚起步，正是烧。眯了3个钟头，今晚我来，有啥话就在这儿说。女友满脸写着委屈和为难，我爸不耐烦地挥手，让你滚回去就滚回去，我硬朗着呢，赶紧走。
他轻轻捶了我胸口一拳，敢嫌弃我？然后扭头找衣服洗澡去了。我瘫在沙发上，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过着这3年的点点滴滴。是啊，摊上这种吸血鬼家庭，他能有啥办法？说好要把他拉出火坑的，顾艳林，你这就怂了。正内疚着，他的手机突然震了一下。不知道为啥，仿佛有种诡异的直觉驱使我非看那条微信不可。听着浴室哗哗的水声，我摸出他的手机，熟练的输密码解锁。搞定那个冤种没？备注傅炎杰，往上扒了，聊天记录少得可怜，只有最近这几天的。仅供结婚使用，反正老子压根儿不打算结，别说翻倍，翻10倍我也敢写。老头拿起字据，反反复复看了2遍，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了，一副老脸笑成了灿烂的菊花。你咋巨婴结结巴巴地问：“忽然转性了？都是你姐的功劳。”
鬼一样瘫跪在地。我嘲弄地看着女友，她肩膀抖得像触电一样。我抬腿一脚踹在傅延杰脸上，这出好戏才唱到。咱俩总不能平辈儿吧？乖乖等着。车刚开进村，巨婴就急吼吼凑过来拽车门，发小一把扒拉开。懂不懂规矩？没红包新郎跟能下车。我跟着拱火。就是。巨婴抠搜搜塞过来一张50的票子，发小当场甩他脸上。打发叫花子呢？100不够，200滚，500能不能掏点诚意出来？1000就这点出息，3000。发小转头瞅我，我微微点头，差不多得了。催债的大哥估计都等急眼了。一下车，我直接从后备箱搬出个大花圈，往地上一支，实习的宾客瞬间炸开了锅。这唱的是哪一出？我45度角仰望天空，祭奠我那死去的爱情。女友穿着劣质婚纱，满眼委屈巴巴的死盯着我，明明气得要死，又不敢当场发作，司仪急着赶场走流程，直接无视了杵在那的花圈。千呼万唤始出来，咱们的新郎官终于闪亮登场，看着真是风度翩翩，一表人才呀！小嘴真甜，接着吹。那么请问新郎，愿不愿意娶身边这位美丽的姑娘为妻？话筒直接怼到我嘴边，我清了清嗓子，满脸真诚地吐出3个字：
不愿意。全场宾客瞬间一片哗然，老丈人的父老脸直接绿成了苦瓜。新郎官可真幽默，这真爱开玩笑。我一把夺过话筒，老子宁愿娶条狗都不要他！女友彻底破防，捧花狠狠砸我身上，抡圆了巴掌就要扇，我一把死死捏住她的手腕，眼神冷得像刀子。老头和巨婴见状，嗷嗷叫着冲上来想动手，发小反手抄起铁棍指着那对父子，谁敢往前走一步试试？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傅延杰被人死狗一样架了出来，两条腿软趴趴的，看来腿是彻底交代了。他那母老虎老婆踩着风火轮冲过来，臭婊子！照着女友的脸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，这战斗力真不是盖的。看来昨晚提前摇他过来是走对齐了。看着大姐战力爆表，我麻溜退场，把这出大戏的舞台全让给她。都说村里吃席大肘子最香，我拽了一口，味道绝了，软烂脱骨，满嘴流油。现在全场的眼珠子都在看戏，压根儿没人跟我抢肉吃，正啃得满嘴流油，突然听到刺啦一声脆响，女友那身婚纱被母老虎撕成了一堆破布条，围观的几个黄毛兴奋地吹起了流氓哨。可你昨天明明都拍板答应了的。哦，老子现在心情不爽，反悔了，不行吗？你这人怎么出尔反尔？我直接气乐了。哎呦，原来您老也知道出尔反尔缺德呀！巨婴那非主流小女友一家也是同村的，就在旁边全程围观。一看这阵势，傻子都知道这家人彻底烂透，永世不得翻身了。巨婴的准丈